皇帝的新衣。很久以前，有一位皇帝，他非常喜欢各式各样的新衣服，不惜把所有的钱都花在置办服装上。他一点儿也不关心自己的军队，甚至不喜欢去看戏，也不愿意乘马车出游，除非是为了炫耀一下他的新衣裳。他每个钟头都要换一身新衣服。一般的人们在提到皇帝的时候，常常会说，皇上在会议室里。可是这里的人们一提到自己的皇帝，总是说，皇上在更衣室里。在他住的那个大城市里，生活轻松而愉快，每天都有许多外国人来到这里。这一天，城里来了2个骗子，他们宣称自己是裁缝，还说他们能织出谁也想象不到的最美丽的布料。这种布料不仅色彩和图案格外好看，而且用它做的衣服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，凡是不称职或者特别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。哦，那真是最理想的衣服了，皇帝心里想。穿上这样的衣服，我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了。我还可以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，哪些人是傻子。是的，我要叫他们马上织出这样的布来。于是他付了许多钱给这2个骗子，叫他们马上开始工作。骗子摆出2架织布机来，假装是在工作的样子。其实他们的织布机上什么也没有。他们接二连三地请求皇帝把最好的丝线和最纯的金子给他们。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装进自己的腰包，却假装在那2架空空的织布机上忙忙碌碌，每天直到深夜。我很想知道那些布料究竟织得怎么样了，皇帝想。不过他立刻就记起来，愚蠢的人和不称职的人是看不见这布料的。他心里的确感到有些不大自在，他相信自己是用不着害怕的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觉得先派一个人去看看比较妥当。我要派诚实的老部长先去瞧瞧，皇帝想，他最能看出这布料是什么样子，因为他这个人很有头脑，而且说到称职，谁也赶不上他。因此，这位诚实的老部长就到了2个骗子干活的地方。他们正在空空的织布机上忙碌着。这是怎么回事儿？老部长睁大了眼睛。上帝呀，帮帮我吧，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呢。但是他没敢把这句话说出来。那2个骗子请他走近一点，同时指着那2架空空的织布机，问他这布的花纹是不是很美丽，色彩是不是很漂亮。可怜的老大臣拼命睁大了眼睛，可他还是什么也看不见，因为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看。我的老天爷，他想，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？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。难道我不称职吗？不成，我绝不能让人知道我看不见这布料。
您要有什么意见，请一定告诉我们。”正在假装织布的骗子说。“啊，美极了，真是美极了。”老大臣说。他戴上眼镜，仔细地观赏。多么美的花纹，多么美的色彩！是的，我将要呈报皇上，说我对这布料感到非常满意。啊，听您这么说，我们太高兴了。两个骗子齐声说。他们把那些稀有的色彩和花纹又描述了一番，还加上了好些个名词儿。老大臣认真地听着，以便回到皇帝那儿可以照样背出来。事实上，他就是那样做的。两个骗子马上又要了更多的钱，更多的丝线和金子。他们说这是为了织布的需要。他们把这些东西全部装进腰包，连一根丝线也没有放到织布机上去，然后继续假装努力工作。过了不久，皇帝又派了另一位诚实的官员去查看工作的进展，看看布什么时候可以织好。这位官员的运气并不比前一位老大臣好，他看了又看，但那两架织布机上空空的，他什么也看不见。“您看看，这段布怎么样？”两个骗子问。他们指引着他观赏那些并不存在的美丽花纹。“我并不愚蠢呢，”这位官员想，这大概是因为我不配担当现在这么显赫的职位吧。这可真是糟透了，但是我绝不能让人看出来。因此，他就把自己完全没有看见的布料赞美了一番，同时对他们说，他非常喜欢这些美丽的颜色和巧妙的花纹。是的，那真是太美了。他回去对皇帝说。现在，城里所有的人都开始谈论这美丽的布料。大家都听说了它那神奇的力量，所以很想借这个机会来测验一下，他们的邻居到底有多笨，有多傻。当这布还没有织完的时候，皇帝就很想亲自去看看。他特别选定了一群随同官员，其中就包括已经去过的那两位诚实的大臣。于是，皇帝来到了两个狡猾的骗子工作的地方。那两个家伙正以全副精神在织布，但是连一根线的影子也见不着。“您看，这布漂亮吗？”那两位诚实的官员说，“陛下请看，这花纹多么美丽，色彩多么迷人。”他们指着那两架空空的织布机，因为他们都认为别的人一定会看得见布料。这是怎么回事儿？皇帝心里想，我什么也没有看见，这真是太荒唐了。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？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？这真是我从来没有碰见过的最可怕的事情。啊，它真是美极了。皇帝说，我12分的满意。于是他点头表示满意，并且装作很仔细地观赏布料的样子，因为他不愿意表现出他什么也没有看见。全体随员
也都仔细地看了又看。当然，他们也没能看出更多的东西。不过，他们也照着皇帝的话说：“啊，真是美极了。”他们建议皇帝用这种新奇的、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，穿上这衣服，亲自参加即将举行的游行大典。真美丽，真精致，真是无以伦比。每个人都随声附和着，并尽力地表现自己是多么快乐。皇帝赐给骗子每人一个爵士的头衔和一枚勋章，并且还封他们为御聘之师。在游行大典的前一个晚上，2个骗子整夜没睡。他们点起16支蜡烛，假装是在赶夜工，要完成皇帝的新衣。他们装作把布料从织布机上取下来，用2把大剪刀在空中剪了一阵子，然后又用没有穿线的针缝了一通。最后他们齐声说：“请看，新衣服缝好了。”皇帝带着他一群最高贵的骑士亲自到来了。2个骗子每人举起一只手，好像他们拿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。他们说：“请看，这是裤子，这是袍子，这是外衣，等等等等，把各样东西都展示了一番，并且说，这衣服轻柔的像蜘蛛网一样，穿着它的人会觉得身上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似的，这也正是这衣服的妙处。一点儿也不错。”所有的骑士们都说。其实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，因为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。现在请皇上脱下衣服，2个骗子说，我们要在这个大镜子前面为陛下换上新衣。于是皇帝把身上的衣服通通都脱光了。这2个骗子假装把新衣服一件一件地为皇帝穿上，他们在他的腰那儿弄了一阵子，好像是系上一件什么东西，就是那片长长的拖在地上的后裾。皇帝在镜子前面转了转身子，扭了扭腰肢。上帝，这衣服多么合身呐！式样裁得多么好看呐！大家都说，多么美的花纹，多么美的色彩，这真是一套贵重的礼服。典礼官报告说，华盖已经准备好了，只等陛下一出去，游行就可以开始。是的，我已经穿戴好了。皇帝说，这衣服合我的身吗？于是他又在镜子前面把身子转动了一下，因为他要叫大家看出他是在认真地欣赏这美丽的衣服。那些负责拖后裾的内臣们都弯下腰，把手在地上东摸西摸，好像他们真的在把后裾拎起来似的。他们郑重地把后裾高高托起，不敢承认他们其实什么也没有感觉到。就这么着，皇帝在那个富丽的华盖下游行起来了。站在街上和窗子边的人都说，天哪，皇上的新装真是太漂亮了，衣服多么合身呐！瞧瞧那后裾那么长。
谁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其实什么也没看见，因为那样就会暴露自己不称职或是太愚蠢。皇帝的衣服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普遍的称赞。可是他什么也没穿呢。一个小孩子最后叫出声来：“哎呀呀，你们听听这个天真的声音。”孩子的爸爸说。可是孩子讲的话被低声的，但是迅速地传播开了。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。有一个小孩子说，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啊。他确实没穿什么衣服啊。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这么说。皇帝有点发抖，因为他觉得老百姓所讲的话是对的。不过他自己心里却这样想：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。因此他摆出一副更加骄傲的神气。他的内臣们跟在他后面，手上拖着那个并不存在的后具。